记的可不是一般务实，这是开甲，便是官宦人家私藏遗府，都是谋逆的大罪。倒卖铠甲的事情一旦揭而出来，可是要问大逆的。合族男子问死，女眷皆入教坊。照你的意思，老爷子是盯上此事了。却也未见得这么快。只要手脚迅捷，还来得及补救。太尉，此番出库的赏赐有什么不同吗？不曾有啊，比往日的都妥当。比往日的都妥当啊？怎么说？往日出库的赏赐呀，不是黑便是灰，而此番呢却是大红，那颜色呀，又鲜亮又好看，拿回家去，家里的老娘婆娘裁成衣裳穿在身上，甚是体面。都是绯红。咱们内直都拿到的都是大红，听说别的都有的是绿，有的是青，也有黑灰两色的。如此说来，都是杂色。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是，末将告退。何成群这个傻才，好大的胆子！别让我算你疯了！擅自带兵冲闯内库，你有几个脑袋？都给我听好了，在这个院子里，是人家河都将和狄都兄弟们的财产，我们只管将所有的账房与仓库上锁，然后便退出院外，只管守住外围，不许人进，更不许人出。明日午时之前，若要跑出去一只耗子，钻进来一只蚂蚁，都是咱们兄弟们的罪过。连头，你擅自带兵封锁内库，我这便去禀报大王。无需你去禀告大王。老太尉，明日一早，老夫约了东府使军，彻底搜检内库，所有的账目、凭证、库存，字迹刻旗，一律封存。待明日搜检审核之后，老夫自会禀告大王，到时候该砍谁的头，便砍谁的头。动手！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，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。其他东西都好说，库里的甲尚未补齐，明日一旦查起来，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。这老傻才，存心要置我于死地。要不，把账房的锁砸开，先把账做平了再说。如此妙计，是如何被河都将想到的？新做的账能看得出来，再加上你把锁头砸开了，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？瞒不过的。库房和账房都上了锁，既做不了账，也补不了甲，难道便如此坐以待毙，等着人来砍头？程某倒有一计，就是不知道河都将的胆子够不够大。头都夹到脖子上了，还说什么够不够胆子？福儿过来。水丘公，
三哥，大王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大王，开门！不好了，大王，是李春月啊，是内库，这李春月他走了水了呀！皇上，皇上！现在什么时辰了46刻刚过。还有多少时辰？老臣万死请大王交代大事。领功留下，其他的人出去。姑妈，驻军都指挥使西安侯弘佑参见文武，视同天地。老臣不辞万死，请大王收回成命。怎么，三郎不合太令的心意？自古君王有朕儿子在膝下，万没有立假儿子道理。三郎虽为大王养子，却也是元帅府孙廷甫所生。大王居5岳12州之地，100万军民，托付一个命令养子，如何能使内外不一？如何能使朝野相安呢？明宗皇帝也非太祖皇帝亲生，所以明宗一死，石敬瑭便篡了他家天下。这中原天子，既然假儿子做得，好女婿便也做得。大王，中原之地乱了几十年了，父子相残，君臣世序，乾坤颠倒，有些事迫不得已，所以将错就错。咱们5岳却不止于此。姑爷觉得不止于此。快叫刘郎入宫。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是啊，不跟你阿爹讲君臣之礼了。终有一死，有什么好处？去年4月，五郎没了，
故别让你入了相府，参决守正，已是一个临大事有静气的，只可惜时候太短了。故本想再替你撑个1年、2年的。父王不要说了，父王，山阳圣体，国中、家中，文武公卿，宗亲兄弟，12州69县100万军民，可无hon作，不可无父王。父王，父王，记着，你继位之后，公爵、弘佑不可继续领位，否则国中万难安定。阿爹，严嵩老臣皆不可托付，儿子该怎么办？先王遗训，善事中原大国，善事中原大国，善事东南市民，善事东南市民，善事军中将校，善事军中将校。若能笼络居家，自可加恩。加恩。若不能，处事要果断永决，万不可做妇人之仁。儿记下了，儿都记下了。三郎手里的弓箭弩暂时无力，关键是代运。他是秦从，秦魏6都名正言顺的掌兵大帅。天亮之前，我还能以论职恭进的名义，将其拒之宫门外。一旦天亮了，他要闯进来，事情便不好办了。应该不至于吧？大魏更替，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，谁敢掉以轻心呢？眨眨眼睛，说不定老母鸡便变成了鸭。110年来，最不少的便是乱臣贼子。老令公，王上宣呢？令公，你奏仪表，奏告汴梁天子，请你见教太傅镇海、镇东2镇，节度副使钱弘佐为中书令，5月
封教。故死之后，朱三郎夺绝罢兵权，以夺国境，复其本姓，孙承佐。老臣服教。我上的性命是。刘郎，儿子，刘郎是个跳脱之星，我要拘束他。张军、领军，绝不是他所爱。人心之险恶，你这个当哥哥的，要好好护着他。是。刘郎。东南5月，庄府